八王之乱是我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。那么，八王之乱因何而起？说出何不食肉糜的司马衷是如何当上皇帝的？一代妖后贾南风又是如何当上皇后，并将自己的婆婆活活饿死的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司马衷和不食肉糜及贾南风借刀杀人。280年，孙皓出城投降，标志着东吴彻底灭亡，三国分裂的局面也终于在司马炎统治期内得以终结。接着，司马炎革新政治，休养生息，下诏释放奴婢，让其代替士兵军屯，以及促进人口增长等仁政，使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，史称太康之治。然而，晚年的司马炎开始热衷于安逸享乐，逐渐怠惰朝政，过起了荒淫无度的生活，宫中姬妾的人数达到近万人，各级官吏也上行下效，斗腐成风，奢侈之风盛行。在社会制度上，他大肆封赏宗室，前后分封了27个同姓诸侯王，让其以郡为国，实意从5000户到2万户不等，不同级别的诸侯王设置了不同数目的军队，诸侯王可以自行选用封国的文武官员，收取封国的租税。另外，诸侯王还担任地方刺史以及都督军事等要职，导致这些诸侯王不仅在封国内享有特权，还掌管着晋朝的军政大权。天下统一之后，司马炎下令减少州郡的军队数量，只在少数的边郡留有军队，但数量被大大削减。从此，司马氏诸王的军队便成为了主要的地方武装，这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根。司马炎即位的第2年，年仅9岁的司马衷被册立为太子。司马衷的母亲杨艳在病逝之前，担心司马衷的太子之位不稳，就对司马炎说：“叔父杨俊的女儿杨芷才貌兼备，希望陛下能将她立为皇后。”司马炎便答应了他的临终遗言。272年，14岁的司马衷迎娶了16岁的贾南风为太子妃。贾南风的父亲是当年率军阻拦皇帝，导致皇帝曹髦被杀的贾充，是司马昭的绝对亲信，晋朝的开国元勋。贾充有3个女儿，大女儿贾褒嫁给了司马炎的弟弟司马攸，小女儿贾武准备嫁给司马衷。然而，由于贾武只有12岁，身形太小，还是个小孩的模样，于是便临时决定让16岁的贾南风代替妹妹出嫁。随着司马衷的逐渐长大，司马炎越发觉得他这个儿子不太聪明，便有了更换太子的想法。为了测试司马衷，他将东宫的所有属官召来参加宴会，然后写了一个问题送给司马衷，让他独自作答。贾南风得知后非常慌张，他知道自己老公的水平根本无法作答，可东宫的属官全被皇帝给召走了，无奈之下，他只能找来外面的人代为答题。答题结束后，贾南风让武将张宏查看，张宏看后觉得不妥，便对贾南风说：“太子不会读书，皇帝是知道的，而代为答题的人却引经据典，一定会被皇帝识破，倒不如按照意思直接作答，或许还能蒙混过关。”贾南风觉得有理，便让张宏修改，再由司马衷抄写，然后送给司马炎查看。司马炎看后十分高兴，他发现司马衷的答题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，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却无可挑剔。而且虽然司马衷不太聪明，但他的儿子司马昱却十分聪慧，深得司马炎的喜爱，于是便放弃了更换太子的想法。由于贾南风本来就比司马衷年长，而且思想健全，所以他可以随意地拿捏司马衷。司马衷由于惧怕贾南风，就很少去宠幸其他的妃嫔。如果让他发现其他的妃嫔怀有身孕，他就击打妃嫔的腹部，致其流产。司马炎得知后大怒，准备将他囚禁在金庸城，废掉贾南风的太子妃之位。皇后杨芷和大臣杨瑶连忙为贾南风求情，徐旭等人更是四处奔走，才终于保住了他的太子妃之位。然而，对于皇后杨芷的所作所为，贾南风不仅不感恩，还以为杨芷在司马炎面前重伤他，因此便对杨芷极为怨恨。290年，司马炎突发疾病，皇后杨芷的父亲杨俊亲自服侍左右，并趁机排斥宫卿大臣，提拔自己的心腹担任重要官职。等司马炎的病情稍有好转后，发现杨俊胡乱提拔亲信，而且用人不当，让他非常的气愤，立即给中书省下诏，要求司马亮和杨俊共同辅政。
杨俊担心司马亮的到来会让自己失去权柄和宠信，于是他便前往中书省借来诏书查看。中书省的官员将诏书借给他后，他竟然不给还了。中书监华议得知后非常恐惧，亲自找到杨俊索要诏书，可杨俊还是不给。就在这时，司马炎的病情再次加重，皇后杨芷召来中书监华议和中书令何绍，口头宣告皇帝的旨意，让自己的父亲杨俊单独辅政。华议和何绍拟定诏书后拿给司马炎审查，司马炎看后没有表态。2日之后，他便驾崩于含章殿，享年55岁。之后，他被葬于浚阳陵，即今天河南省偃师市南蔡庄以北的一座山坡上，背以奥子山，南临伊洛平原。司马亮担心杨俊谋害自己，连忙逃出洛阳，前往了许昌。同年，32岁的皇太子司马衷即位，即晋惠帝。杨芷被尊为皇太后，贾南风则被立为了皇后。这时，贾南风的父亲贾充已经去世，朝政由杨俊及其弟弟杨尧和杨继掌管。杨俊辅政期间，所有的诏令都是他命人拟定后送给司马衷过目，然后由自己的女儿杨太后直接下发执行。杨俊知道皇后贾南风性情凶悍，难以制服，于是他便培植了很多的亲党，让他们统领禁军。然而，此举遭到了公卿王室们的极大怨恨。杨俊的弟弟杨尧和杨继多次前来劝阻，但杨俊全然不予理会。贾南风当然不肯善罢甘休，他找来黄门董猛商议。董猛从司马衷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侍奉着贾南风。董猛找来了殿中中郎孟观和李肇，他俩平时不被杨俊尊重，早就开始暗地里罗织杨俊的罪名了，所以几人一拍即合。接着，贾南风秘密派遣李肇前往许昌，与汝南王司马亮联络，让他联合各地的诸侯王率军讨伐杨俊。司马亮是司马懿的第4子，属于司马衷的爷爷辈。然而，司马亮拒绝了贾南风的请求，并对李肇说，杨俊的凶暴行为会使他很快灭亡，不值得忧虑。李肇无奈，只能前往荆州去联络楚王司马玮。司马玮是司马衷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年仅21岁，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。李肇给他讲清来由后，他立即上表请求入朝。杨俊向来就忌惮司马玮，早就想将他召入京城，防止他在荆州叛乱，于是便顺水推舟地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有了楚王司马玮的支持，贾南风便有了底气。291年3月，司马玮到达了京城，孟观和李肇便上奏司马衷，让他连夜下发诏书，要求宫内宫外立即戒严，然后派遣使者奉诏废除杨俊。其实司马衷根本就没有处理政务的能力。有一天，司马衷在华林园游玩，听见蛤蟆咕呱咕呱的叫声，他就问侍从们说，叫唤的这个东西是官家的还是私人的呢？侍从回答说，如果他在官家的地里就是官家的，在私人的地里就是私人的。有一年，天下发生灾荒，百姓饿殍遍野，司马衷便问属下说，百姓无粟米充饥，何不食肉糜呢？可见他的智商是何等的堪忧。诏书也必然是贾南风以皇帝的名义下发的。杨俊的府邸在武库以南，得知宫中有变，连忙召集亲信商议对策。太傅主簿朱振说，此次事变肯定是贾南风预谋来对付你的，我们应该放火烧毁云龙门，向他们示威，逼他们交出首恶分子，然后打开万春门，让外营的士兵前来增援，你亲自带着皇太子入宫索要奸人，殿中必定震惊，然后趁机斩杀奸人，方可免于遭难。可杨俊素来怯弱，犹豫不决地说道，云龙门是魏明帝曹睿下令建造的大工程，怎能如此轻易地烧毁呢？正在他犹豫的时候，琅琊王司马衷的儿子司马攸已经率领400名殿中兵来到了杨俊的府邸。接着他们放火焚烧府邸，命令弓弩手向府中射箭，不多时，殿中兵便攻入了府邸。杨俊慌忙地藏匿于马棚之中，结果还是被殿中兵找到，用戟给杀害了。同时，杨俊的亲信党羽全部被杀，并诛灭3族。接着，贾南风以皇帝的名义下诏，废除杨芷的皇太后之位，贬为平民，囚禁在金庸城。随后，他将杨芷的内侍和宫人全部遣散，并且不给提供食物，
杨芷连续8天没有进食，于292年2月初1被活活饿死，时年34岁。至此，杨俊的政治势力被彻底消灭。由于司马亮是司马炎生前指定的辅政大臣，资质和声望都比较高，于是杨俊被杀后，朝政大权便由司马亮和魏冠共同执掌。楚王司马玮因为诛杀杨俊有功，被委任为魏将军，兼领北军中侯。贾南风的亲戚也都担任了要职。然而，此次事变的核心人物贾南风依然没能独揽大权，司马玮的功劳最大，结果受益的竟然是司马亮。因此，贾南风和司马玮甚为不满。当年6月，贾南风便以皇帝的名义给司马玮下发密诏，要求他除掉司马亮。八王之乱正式拉开了序幕。那么，八王之乱的具体过程如何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号称中国古代第一美男子的潘安与妖后贾南风是否存有私情？引发八王之乱的贾南风为何在44岁就惨烈收场？楚王司马玮和汝南王司马亮是如何被杀的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八王之乱之贾南风服毒身亡。291年3月，贾南风在楚王司马玮的支持下除掉了太傅杨俊，结果朝政大权却落在了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大臣魏冠的手中，这让贾南风非常的不满。当年6月，贾南风便以皇帝的名义下诏，要求淮南王司马允、长沙王司马懿、成都王司马颖屯兵于各个宫门，同时让黄门侍郎带着皇帝的诏书密诏司马玮，让其除掉司马亮和魏冠。司马玮本想检查诏书的真伪，但黄门侍郎却以担心事情泄露为由拒绝了他，司马玮便没有坚持，相信了诏书的真实性。接着他便以贾南风伪造的诏书为根据，宣告司马亮和魏冠图谋不轨，要求宫内禁军严加警备，宫外的军队由他统一指挥，并且命令他们包围司马亮和魏冠的府邸。之后他让司马亮和魏冠上缴印绶，前往自己的封国，下属官吏则罢免遣散，一概不予追究。如果有敢违抗诏命的，一律按军法惩处；如果能够率领部下先行投降的，则封侯赐赏。司马亮得知后吃惊地说道：“我对朝廷并无二心，为何会落到如此地步？如果真有皇帝的诏书，可以拿给我看吗？”但司马玮肯定不会给他看，何况他自己也没看到。于是立即督促士兵开始进攻司马亮的府邸。司马亮的属下对他说：“看此情形，一定是有奸人在使用计谋。你府中的俊杰如林，不如组织起来先行抵抗，然后再做定夺。”但司马亮没有同意。很快他就被司马玮给逮捕了。司马亮叹息着说道：“我的忠心日月可见，你们为何如此无道，枉杀无罪之人啊？”当时的天气十分炎热，士兵们便让司马亮坐在车下避暑，还有人替他扇着扇子，一直到中午时分都没人敢杀司马亮。司马玮便下令说：“谁要是能杀了司马亮，赏布1000匹。”最终司马亮被乱刀砍死。接着司马玮派遣清河王司马峡率部包围了魏冠的府邸。魏冠的属下怀疑司马玮的诏书有假，便建议让魏冠了解清楚之后再认罪不迟，但魏冠知道无济于事，就没有听从。最终魏冠及其子孙9人全部遇害，享年72岁。至此，在司马玮的支持下，贾南风独揽朝政的阻碍被全部清除，汝南王司马亮也成为了八王之乱中第一个被杀的同姓诸侯王。然而贾南风还是不肯满足，他感觉楚王司马玮的权力过大，便想连他一起除掉。司马亮被杀的第2天，贾南风便以司马玮伪造诏书为由，派人前去捉拿。司马玮的部下接到诏书后，纷纷放下武器投降，司马玮也只好束手就擒。最终贾南风给他定的罪名是伪造诏书，导致重臣司马亮和魏冠被杀，并且图谋不轨。至此，楚王司马玮成为了八王之乱中第2个被杀的诸侯王，年仅21岁，朝政大权终于落在了贾南风一人之手。他的亲戚党羽被委以重任，例如他的族兄贾模、内侄贾密、堂舅郭彰等人。然后他启用名士张华为司空，裴伟为尚书仆射，裴凯为中书令，王戎为司徒。由于皇帝司马衷的智商有限，凡事都由贾南风做主，时间久了之后，他便开始为所欲为，完全不顾及影响。
起先，他经常以身体不适为由，让长相英俊的太医程据为其治病，结果一看就是一整晚，程据也顺利地升为了太医令。接着，他让心腹侍女在京城中秘密寻找英俊的美男子，用香车运入宫中供他淫乱，结束之后便被秘密处死，只有姓张的小吏未被处决。有一天，他身穿华丽的衣服执勤时，被人发现后举报，怀疑他的衣服是偷来的。在官员的审问下，他供述说，他是被人装入香车后带走的，走了大约10里路，过了6、7道门，终于到达了一处富丽堂皇的住所。随后有人安排他洗澡，洗澡过后就出现了一位35、6岁左右，身材矮小，脸色青黑，眉后有一块小刺的女子。他们共度了几个晚上之后，女子便让他离开，还赠送了一些衣服和钱财给他。众人听后都明白，这位女子大概就是皇后贾南风。近期失踪的很多俊男估计也与她有关，但没有人敢彻查下去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在贾南风众多淫乱的俊男之中，最为有名的便是天下第一美男子潘安。潘安的原型其实叫潘岳，是琅琊内史潘皮的儿子。他年少有才，乡里称其为奇童。长大后，他成为了西晋文学的代表之一，金谷园24友之首。他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，特别是悼亡诗，被誉为是中国悼亡题材的先河之作。《闲居赋》和《秋兴赋》也非常的知名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他的长相还极为俊美。据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，潘安每次驾车出行，洛阳街道上都会涌现出大批女子争相观看，连老妇人都为之着迷。而且很多女子会将鲜花和水果扔向他的马车，导致他每次出门都能满载而归。这个典故被后世称之为治国营车。20多岁的时候，潘安开始做官。起先，他给贾南风的父亲贾充做过幕府，因为作父宋阳司马炎被迁为河阳县令和怀县县令。之后，在杨俊的门下做过太傅主簿。杨俊被贾南风杀害后，潘安作为杨俊的幕僚，也在被诛之列。幸亏他与司马玮的心腹公孙弘交好，才幸免于难。结果没多久，司马玮和公孙弘也被贾南风给杀害了。潘安又结交了贾南风的内侄贾密，升迁为黄门侍郎。贾南风失势后，潘安也随之被杀，并且诛灭3族。那么，贾南风和潘安是否存有私情呢？首先，在正史中并未记载贾南风与潘安有过交集。其次，潘安比贾南风年长10岁，贾南风独掌大权的时候大概是40岁左右，而这个时候的潘安已经都50岁左右了，所以不大可能有所私情。你觉得呢？在贾南风独掌朝政的8年左右时间里，司马衷的儿子司马昱逐渐长大，已经是个22岁的小伙子了，而且非常的聪慧，这让贾南风感到非常的不安，于是便有了废除太子的想法。299年，贾南风让人将太子灌醉，然后他让太子照抄事先拟定的文章，文章的内容是劝谏自己的父亲司马衷退位，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。结果司马昱抄到一半的时候彻底醉倒了，贾南风便模拟太子的笔记，将其补充完成，然后他便以此为据，准备处死太子。司空张华认为不妥，与贾南风一直争论到傍晚，仍未决定。贾南风担心继续拖延下去与自己不利，只好做出妥协。他以皇帝的名义废除司马昱的太子之位，暂时将其囚禁在金庸城。司马伦得知后，便准备营救太子。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9子，由于经常讨好和谄媚贾南风，深得贾南风的信任，被任命为太子太傅，掌管着皇宫的禁军。但其实他和部下孙秀等人一直在密谋推翻贾南风。得知太子被废，孙秀便对司马伦说，太子非常聪明，如果他能回到东宫，必定会与贤能之士谋划政事，不一定会重用我们。而且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贾南风的私党，如果我们救出太子，不仅不会获得封赏，还有可能会招致灾祸。因此我们应该暂缓行事，等贾南风杀害太子之后，我们再站出来废除贾南风，这样一来既能为太子报仇，还能立功受赏。司马伦听后觉得有理，便放弃了营救太子的计划，并暂缓与贾南风翻脸。接着孙秀便劝说贾南风的内侄贾密等人应该尽早杀死太子，以防夜长梦多。
不久，太子司马昱果然在金庸城被杀。司马伦得知后，立即伪造诏书，以贾南风谋杀太子为由，派遣禁军立即逮捕贾南风及其亲信党羽。最终，贾南风被废为庶人，囚禁在金庸城。张华和裴伟等亲信在殿前被杀，其余亲信则被罢官处理。接着，司马伦继续伪造诏书，逼迫贾南风喝下金屑酒，被毒身亡。至此，为患多年的妖后贾南风终于走完了他罪恶的一生。朝政由赵王司马伦掌控，然后他自封为相国、大都督、都中外诸军事。他的4个儿子则被任命为冗从屠业、前将军以及黄门侍郎等职。为了拉拢文武百官，他给官员大量的封侯，最终有几千人被封了侯。孙秀等亲信党羽自然也不例外，而且封的都是大郡，并且兼有兵权。对于司马伦的这种做法，最为不服的就是淮南王司马允和齐王司马囧，于是他们便起兵讨伐。八王之乱的第2个阶段正式拉开了序幕。那么司马伦的结局如何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司马伦除掉贾南风之后独掌朝政，为何又引发诸侯王叛乱？司马囧和司马颖是如何攻入洛阳的？司马囧掌权之后，为何再次引发诸侯王反叛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八王之乱之司马伦狗尾续貂。300年3月，司马伦伪造诏书，毒死了皇后贾南风，接着他便开始独掌朝政。此时太子司马昱已经被贾南风杀害，朝中大臣便准备拥立司马允为皇太帝，但遭到了司马伦的拒绝，而且他还将司马允明升暗降，剥夺了他的兵权。司马允假装有病，不肯接受任命，司马伦便让御史拿着皇帝的诏书，以谋反罪逮捕司马允的属下官吏，逼他接受任命。司马允看过诏书后发现，诏书是司马伦的智囊孙秀的手迹，于是他勃然大怒，立即下令逮捕御史，结果御史早已逃走，只能斩杀了留下来的2名令史。接着他便率领700余名亲兵，准备去捉拿司马伦。在前往的路上，他大声吼道：赵王司马伦准备谋反，凡是淮南王的将士全都袒露左臂，随我前去捉拿乱臣。很多人便跟随他来到了皇宫的外面，结果时任尚书左丞的王瑜得知消息后，连忙关闭东掖门，使他们无法进入。司马允便率军前去包围司马伦的相府。双方从清晨一直激战到午后，多次打败司马伦的守军，但始终无法攻入。司马伦的儿子司马迁在皇宫内担任侍中，他秘密邀约勇士，并以富贵相许，组织起了400多名骑兵，由符印率领着从宫中出来，他们手举着空板，谎称是奉诏前来支援司马允的。司马允信以为真，下车接受诏令的时候被符印杀害，年仅29岁。至此，司马伦转危为安，野心也就愈发的膨胀了。他给自己加赐9息，增加封邑5万户，相府的府兵也增加至2万人，与皇帝的护卫相同。301年正月，司马伦在孙秀的运作之下，准备让司马衷禅位于他。孙秀让司马威等人捧着皇帝的玉玺和印绶，请求司马伦禅位登基。司马伦假装谦让之后，便准备接受禅让。他们将司马衷从华林园的西门送入金庸城，给软禁了起来。之后，司马伦正式登基称帝，尊奉自己孙子辈的司马衷为太上皇，立自己的长子司马复为太子。之后，他大肆封赏，所有亲信都被破格提拔，连奴仆杂役都给加封了爵位。当时，所有高级官员的帽子上都用雕尾加以装饰。由于司马伦加封的官员实在太多，导致雕尾不够用，只能用狗尾来代替。狗尾续貂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。得知司马伦篡位后，各地的诸侯王大为不满，特别是驻守许昌的齐王司马囧，驻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懿，以及驻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。司马伦担心他们起兵反抗，孙秀便选派自己的亲信前去担任3位诸侯王的参将和郡守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他派去监督司马囧的亲信张乌却背叛了他。张乌告诉孙秀和司马伦说，司马囧并没有图谋的迹象，于是司马伦便没有防备。可事实上，司马囧早已秘密联络了司马懿和司马颖，接着他们便从各地开始起兵，并将讨伐司马伦的檄文传给各州郡。
司马伦和孙秀得知后大为惊恐，连忙派遣属下的将领前去迎战。他让孙福等人率领7000人从延寿关出兵，延寿关位于今天河南省偃师市以南。派遣张宏等人率领9000人从鄂坂关出兵，鄂坂关位于今天河南省登东市东南。派遣司马雅等人率领8000人从成高关出兵，成高关也被称为虎牢关，位于今天河南省荥阳市泗水镇。让司马茂、持节都督各军，司马伦的儿子司马乾则带领8000人为后援。兵力部署完成之后，司马伦还是有些担心，于是他让杨真在宣帝庙里昼夜不停地祈祷，将一个名叫胡沃的道士拜为太平将军，让他负责招抚保佑。然后又派遣亲信穿着雨衣前往嵩山，诈称是仙人王乔，告诉民众说司马伦的国运非常长久，以此来迷惑民众。不多时，张宏便率军到达了阳翟，即今天河南省禹州市。在这里，他与司马囧的大军相遇，两军展开激战，结果司马囧不敌，丢失了大批辎重后，退到了颍水东岸的颍阴。稍事休整之后，司马囧命令大军西渡颍水，再次对张宏发起攻击，但仍然未能取胜。张宏乘胜反击，将司马囧的大军赶回了颍水以东。随后，他在颍水西岸列阵迎敌。正在张宏节节胜利的时候，从延寿关出兵的孙府大军却不战自溃。在没与敌军交战的情况下，军营里竟然发生了夜惊，导致士兵大乱。作为主将的孙府和徐建不仅没有整顿兵马，而是丢下大军逃回了洛阳。为了逃避责任，他们就对司马伦说，司马囧的军队非常强盛，势不可挡，张宏率领的大军已经全军覆没了。司马伦听后大惊，立即封锁消息，密令自己的儿子司马乾和许超回防洛阳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司马伦却收到了张宏取胜的捷报，高兴之余，他连忙让司马乾和许超掉头赶往前线，将士们被来回折腾，导致士气非常的低沉。此时，张宏再次率军向司马囧发起猛攻，司马囧自知不敌，便避其锋芒，不与其交战，而是派兵去攻打孙府和司马谈的乱兵。乱兵群龙无首，纷纷开始溃败，张宏只能收集残兵，撤军休战。双方在颍水两岸展开了长久的对峙。再来看司马颖的大军，司马颖从邺城出发后，受到了百姓们的热情拥戴。大军到达朝歌，即今天河南省淇县的时候，兵众已经达到了20余万人，但由于都是临时组建的队伍，战斗力并不是太高。他让前锋赵襄率军出击，与敌军在黄桥展开激战，结果战死8000多人，大败而归。司马颖见状，准备退守朝歌，但王晏和卢志劝谏说，我军失利，敌军必然有轻敌之心，不如挑选精兵连夜出击，定能出奇制胜。司马颖采纳了他们的计谋，命令赵襄率领8万大军再次出击，与刘琨率领的3万大军在距离温县10余里的秀水之畔展开了激战。结果刘琨的3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，刘琨烧毁了黄河上的浮桥后逃回了洛阳。司马颖则率领大军来到了黄河北岸，修复浮桥，准备渡河前往洛阳。再来看驻守长安的司马懿。起先，司马懿看了司马囧的讨伐檄文后，立即将使者逮捕，并送给了司马伦。司马伦见他支持自己，就请求派兵支援，于是司马懿便派遣张方率领大军前去支援司马伦。当张方走到华阴的时候，司马懿听说司马囧和司马颖占据了上风，于是连忙派人去追张方，并让张方反过来支援司马囧和司马颖。当得知司马颖的大军很快就会抵达洛阳，司马伦和孙秀便惶惶不可终日。为了扭转败局，孙秀决定让洛阳城内4品以下官员的子弟，只要年满15岁，全都跟随司马伦出战。然而百官早就对司马伦失望透顶，恨不能杀他以谢天下，怎么可能继续支持他呢？孙秀知道众怒难犯，只能和亲信们商议其他对策。这时，有人提议应该收集残兵，继续迎战司马颖；有人提议烧毁宫殿后向南投奔孙琦和孟关；有人提议不如乘船向东逃往大海。就在这时，之前亲信司马伦的王瑜也看不下去了，他率领700名士兵从南邺门攻入，敕令宫中的所有士兵守卫宫门。
他自己则率军包围了孙秀的府邸，孙秀仓皇出逃，却被赵全追上后给斩杀了。接着，王瑜率兵驻扎在云龙门，逼迫司马伦发布诏令，迎接司马衷复位。最终，司马衷从金庸城被引入皇宫复位，司马伦则被关进了金庸城。不多时，司马颖的大军抵达洛阳，被迎入城中主持大局。他派人给司马伦送去金屑酒，像他毒死贾南风一样服毒自尽了。至此，司马伦成为了八王之乱中第3个被杀的诸侯王。接着，司马颖派遣赵襄等将领前往阳翟支援司马囧。张宏得知洛阳的情况后不战而降，司马囧便率领大军前往洛阳。等他到达洛阳后，司马颖将所有功劳都推辞给司马囧，他自己则率军返回了邺城。接着，司马囧被拜为大司马，主理朝政。然而，司马囧独揽朝政后，便开始大修府邸，沉迷于女色，宠信亲近之人，导致政事荒废。为了能够长久地把持朝政，他将年仅8岁的司马谈立为太子，他自任太子太师。302年，李涵逃往长安，谎称自己接受了司马衷的密诏，让司马懿率军讨伐司马囧。于是，司马懿便扬言率领10万兵马，与成都王司马颖、西野王司马欣、范阳王司马萧共同起兵讨伐司马囧，八王之乱再次拉开了序幕。那么，司马囧的结局如何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司马伦被杀之后，朝政由司马囧独揽，然而他政事荒废，宠信亲近之人，使天下大失所望，各地的诸侯王再次发兵讨伐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八王之乱之司马衷被解往长安。302年，义军校尉李涵由于和司马囧的亲信黄甫商和赵襄等人积怨，连忙逃往长安，谎称自己接受了司马衷的密诏，要求司马懿率军讨伐司马囧。司马懿考量利害之后，便上表陈述了司马囧的罪状，联合成都王司马颖和范阳王司马萧等人发兵讨伐司马囧。同时，他还声称驻守在洛阳的长沙王司马懿是他们的内应。司马囧得知消息后，连忙派遣部将董爱率军前去捉拿。当时，司马懿的身边只有100多人，自知不是董爱的对手，于是他砍断车前的帷幔，乘坐着敞路的马车飞驰奔往皇宫，并且下令关闭宫门。然后他便挟持了皇帝司马衷。接着，他以皇帝的名义反过来攻打司马囧，并且下发诏令说，凡是帮助司马囧的官员和将士，将一律诛灭5族。最终，司马囧战败，在昌河门外被处斩，首级传世6军，同党和亲信2000多人被杀，并夷灭3族。至此，司马囧成为了八王之乱中第4个被杀的诸侯王。从此，朝政便由司马懿把持。司马懿得知后，非常的后悔。他之所以宣称司马懿是他的内应，目的是让司马囧处死司马懿。这样的话，他就以司马懿被杀为借口，召集更多的诸侯王反抗司马囧。事成之后，他准备废除司马衷，改立司马颖为帝，然后自己担任宰相。结果，司马囧却被司马懿给反杀了，他的计谋也就全部落空了。但是他并不死心，多次派遣刺客刺杀司马懿，但均未成功。司马懿掌权之后，事无巨细都向邺城的司马颖请教和汇报，实际上是司马颖在遥控执掌朝政。久而久之，司马颖便开始有些骄奢，比司马囧掌权的时候更差，而且野心也逐渐开始膨胀。他和司马懿共同上表，要求诛杀皇后的父亲杨玄之以及司马懿的亲信黄甫商等人，而且要求司马懿返回自己的封国。司马懿当然不会同意。于是303年，司马懿便派遣部将张方率领7万大军，准备征讨司马懿。司马颖则任命陆基为大都督，率领20余万大军向洛阳进发，混战的规模日益扩大。陆基是陆逊之孙，陆抗的第4子。吴国灭亡后，在晋朝为官。他认为司马颖能让皇室兴隆，于是便委身于他，受到了司马颖的器重。这样也导致了司马颖部将们的嫉妒和怨恨。10月，陆基率领大军到达洛阳，还未开战，司马颖宠幸的宦官孟九和孟超便放纵士兵开始掳掠。孟超更是带领着100余名骑兵到陆基的麾下抢人，并对陆基轻蔑地嘲讽道：“和奴也能做都督吗？”
陆基的部下劝他杀了孟超，但陆基没有同意。接着，他与司马懿在建春门展开激战，结果可想而知，陆基率领的大军惨败，掉入七里涧淹死者不计其数，导致涧水断流，折损战将达16人之多。孟超见状，立即对众人说陆基将要谋反，并且给自己的兄弟孟九写信，让他在司马颖的面前祭献谗言，诬陷陆基谋反。司马颖听后大怒，立即派人秘密逮捕陆基，并且诛灭其3族。这时，张方率军赶到，与司马颖的大军共同进攻洛阳，但均被司马懿打退，死伤了6、7万人。战事持续了数月之后，司马懿的军中开始缺粮，但将士们愿意誓死守卫。张方觉得取胜无望，便准备退兵返回长安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在洛阳城里担任司空的司马越担心军中缺粮而导致战败，一旦司马懿战败，他们都会受到牵连。于是他便秘密勾结禁军将领，将司马懿逮捕后关入了金庸城，然后打开城门向司马颖和司马懿投降。之后他将司马懿送入张方的军营，被张方活活的给烤死了。至此，司马懿成为了八王之乱中第5个被杀的诸侯王，时年28岁。随后，司马颖被拜为丞相，司马懿被拜为太宰，司马越被拜为尚书令。司马颖依然在邺城遥控指挥朝政，司马懿驻守长安，洛阳宫里的具体事务便由司马越处理。不久，司马懿上表建议废除太子司马谈，立司马颖为皇太帝。至此，司马颖便成为了未来皇位的继承人。然而，从此之后，他便开始目无皇帝，骄奢跋扈，处处展现其夺位的野心。而且，他重用亲信宦官孟九等人，使其胡作非为，令众人大失所望。304年7月，司马越传檄四方，召集了10万大军，携带着皇帝司马衷，决定前往邺城北伐司马颖。司马颖得知后大为震惊，连忙召集属下商议对策。有人认为皇帝亲自前来讨伐，应该立即投降请罪；有人劝他备战迎敌，打败司马越再说。正在这时，司马颖属下的官吏陈匡等人投奔司马越，并且告诉他说，司马颖的部下听说皇帝御驾亲征而来，纷纷准备离散，毫无抵抗能力。司马越听后便信以为真，大军的防备也就彻底松懈了。然而，司马颖最后决定出兵迎敌，他派遣部将石超率领5万大军前来，双方在荡阴展开激战，司马越被打得措手不及，战败而逃，一直逃往了下邳。属下的将士们群龙无首，纷纷开始溃散。皇帝司马衷被将士们丢在草地上，无人顾及，最终被石超俘虏后送往了邺城。此时，司马懿派遣张方率领2万大军，正在赶往邺城的路上。听说司马越已经战败后，只能趁机进入了洛阳。至此，此战以司马颖的胜利而结束，皇帝司马衷也被司马颖掌控在手中，留在了邺城。之后，司马越的弟弟司马腾和王浚联合了乌桓和羯朱等异族势力，从幽州发兵攻打司马颖。司马颖战败后，只能带着皇帝司马衷逃往洛阳，接着被张方裹挟着逃往了长安，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了祸根。那么，司马颖和司马懿的结局如何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